诚品是很多人都去过的书店，看不完的书，独特的选品都是很多人流连忘返的原因。但随着诚品的规模越来越大，开始有越来越多人批评诚品走样，不只是畅销书无聊，还指向钱看齐。到底诚品发生了什么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诚品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前阵子熄灯的敦南诚品曾经被国际媒体 CNN 评选为全球最酷书店之一，而这个响亮的名声呢，也让诚品变成了外国观光客来台的必去景点。而诚品更是很多台湾人的日常，琳琅满目的书籍以及各种英文展览讲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在诚品找到一个位置，不受打扰的读完一本书。这种独特的阅读氛围也让诚品成为了台湾实体书店的龙头，每年有 1.2 亿人造访。不过诚品并不是一直都这么成功，他们曾经面临连续15年的亏损而不得不转型。最后转型虽然成功但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跟批评。到底诚品是怎么样在台湾崛起，成为在中国、香港、日本都有设点的国际书店？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又面对到什么样子的抉择跟质疑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讨论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忙碌的你想要在职场上面进一步提升自己，但总是找不到适合的方法吗？那欢迎你来报名中信金融管理学院的日本实战硕士学分班。这个学分班有管理大师大前研一博士监制，集结了麦肯锡、BCG、纽约大学、一桥大学、早稻田大学等等的权威师资。课程还包含了日本实战研习，带你参访日本知名企业及日本最大工业展，用实战经验和知识理论帮助你成为跨国商业人才。另外，课程还采用碎片式学习策略和论文专案管理系统，提升学习效率，最快1年就可以毕业。现在报名并且填入志祺77优惠码，学费还可以现省3.3万元。赶快点击资讯栏了解更多资讯吧。诚品的创办人吴清友出生在台南的小渔村，他的爸爸曾经是小学老师，后来开设私塾，非常重视教育。吴清友在台北工专毕业之后，本来想要跟爸爸一样当老师，后来因为兴趣不合，就跑去了皮包工厂工作。最后做一做才发现，原来自己真正有兴趣的是业务，所以就到一家公司卖起了厨具设备。那因为吴清友的口才很好，很积极的开创新通路，曾经把高档的餐具卖到中大型的文具店。这种有创意的想法呢，让他获得了老板的赏识。后来老板打算到香港发展，就把公司卖给了吴清友，让他从业务变成了老板。很多客人都说，吴清友的厨具虽然比较贵，但是他的品质跟服务没有话说。在他的努力之下，公司业绩越来越好，逐渐变成了台湾厨具设备的龙头。就连麦当劳刚进到台湾时呢，也多半采用他家的厨房设备。但吴清友没有停下脚步，不只代理欧美的厨具品牌，也开始投资房地产跟证券公司。1985年呢，他所累积的财富可以在阳明山的豪宅区自己买地盖房子。没有想到3年之后，吴清友的生活出现了重大的改变。1988年，38岁的他因为先天性的心脏病开刀，跟死神擦身而过。这段差点死掉的经验呢，让他发现这些年来虽然变得有钱，但生活并没有比较快乐。他想要拿这些钱做些不一样的事情，比如说一个可以永久留下来的事业。他会想要自己从小就喜欢看书，父亲又教导他诚字的重要性，所以诚品书店就这样子诞生了。1989年，第一间诚品书店在台北的仁爱圆环开幕。本来主要在卖艺术类图书，后来随着客群增加，他开始规划出儿童绘本区、主题书区、生活风格区，这些在当时还很少见的区域，开创了书店新的面貌。吴清友把诚品定义为文化场所，是一个努力推广阅读文化的地方。所以呢，诚品的书籍杂志都可以自由的翻阅，而他们选择商品也是从提升民众生活品味出发，而不卖升学参考书或者是一般的文具。此外，不定期的英文活动，还有讲座，以及主流唱片行找不到的独立音乐，后来更成为了诚品书店的特色。从此走进诚品，坐在原木地板上面看书，逐渐成为了很多名人文青推崇的潮流时尚。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却有骨感。其实诚品呢，在成立的前15年都在赔钱。吴清友在刚创立诚品时准备了一笔钱，预计要赔个5到8年，没有想到却赔了整整15年。回顾整段历史诚品书店其实有赚钱，但吴清友都把盈余拿去开下一间店，而且他坚持连锁不复制，每一间店都花大钱设计装潢，才会导致入不敷出。
面对这样巨额的亏损呢，吴清友一直很努力的找股东投资，但因为实在亏太久，甚至有股东在尾牙时呢当面洗他脸说，通常只有赚钱的公司才有尾牙，不知道陈品怎么敢花这个钱。到后来他还卖掉自己的房产经营成品，就连他的太太都忍不住问说，你真的不替小孩想一想吗？而吴清友之所以坚持成品不能失败，而是因为他认为如果成品开不下去，等于是告诉所有人在台湾书店做不起来，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成为负面教材。而他也很幸运大部分的股东呢都跟他有同样的理念，甚至还有股东鼓励他不要怕，继续开就对了。最后成品的分店呢终于开到一定的市场规模，并且找到了经营方法，从2004年开始转亏为盈。转亏为盈的关键呢，我们或许可以从1996年说起当时原本开在仁爱圆环的成品创始店搬迁到了敦南金融大楼，成为了很多人都很熟悉的敦南成品。而敦南成品是一间复合性的商场，除了2楼有500平的空间卖书，其他楼层还会卖文具、生活精品跟美食，甚至有2层楼是主题商场。他们除了承袭过去只卖成品挑选过的文创商品之外，1999年更首创24小时营业，成为了台北市的文化地标，甚至还登上了国际媒体的版面。2004年，敦南成品被《时代》杂志亚洲版评选为亚洲最佳书店。2015年 ，CEN 把它选为全球最酷书店之一。从此，成品成为了很多外国观光客的必去景点。根据资料，每年全台湾有1.2亿人次到访成品，而其中观光客就占了1成。而这些成功也启发成品更加积极的往多角化经营的方向迈进。成品的营收呢，主要可以分成3个来源：图书、杂志、文具销售、商场跟餐饮。摊开财报，吴清友发现呢，大众对于成品印象最深、评价最好的书籍业务，就有占营业比重的3成。换句话说，他们花很多时间跟精力所打造的阅读空间，不止没有反映在书籍的销量上，反而还让书店的库存成为了财务压力的关键。所以后来他们决定把书店结合百货公司，先租下大空间的卖场，但只有一小部分经营书店，其他空间呢就出租给成品挑选过的品牌商家，透过商场的盈利来养书店，转亏为盈。成品信义店就是成功的案例之一。2012年呢，他们还把这种复合式文化场域的经营策略输出到了海外，开了香港第一家成品铜锣湾店。不过成品成功了，批评也随之而来。首先，面对成品的转变，有很多的艺文爱好者都很生气。他们认为，表面上面成品说是扶植文化创意产业，实际上呢却是追求利益的百货公司。而且，成品在中国苏州开第一家分店时呢，还附带开卖了大约300户的豪宅——成品居所，每间价值破1亿元比周边的房价高出2倍。被很多人质疑说，成品卖书只是幌子，真正目的是想要炒房。而吴清友强调，这个建案有很多的细节都体现了成品精神。他认为这不是炒房，是对于空间跟阅读的尊重。那除了商业化的问题，也有人认为呢，成品为了扩大版图，失去了对于言论自由的底线。过去成品就曾经传出拒绝上架中国流亡作家袁弘彬的作品《杀佛》，而香港的成品也传出了下架西藏相关书籍的消息。当时吴清友解释说，成品有自己的选书方向，而且一直都放在文学、艺术跟生活上，不是政治跟宗教类的书籍。成品没有受到任何的政治压力，请大家不要过度的解读。但是今年的5月呢，有人在成品书店网购阿贡打来怎么办这本书，就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市调电话，对方甚至还对他宣传说中国武统是必然的，加深了很多人对于成品的疑虑。后来数位发展部调查也发现，成品在账号管理上面确实有疏漏，才会导致客户的个资外泄，再加上呢没有在时限内改进所以对他们裁罚了10万元。我们团队成员一直都很喜欢成品的空间氛围。以前高中段考之后会窝在成品的木地板上面看1个下午的小说，而现在赚钱有能力了，如果看到喜欢的书也会直接买下，勉强可以算是对过去白看的小说做一点点的补偿。不过我们在查资料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一件微妙的事情，有很多人对于成品变成百货公司不能够接受，觉得这样子铜臭味太重。同时间呢，却有人对于成品信义店居然不卖世界一线精品而不满。有房东就私下透露，如果卖 LV 或是香奈儿该有多好。这个看似矛盾的评价呢，其实显示出靠文化起家的成品如何在追求获利跟维系文化氛围之间找到一个大家都满意的平衡点，真的是非常的困难。不过比起商业化的问题成品最严苛的挑战应该是他们跟中国的暧昧关系。虽然现在成品的网络商店已经可以买到杀佛，但当初吴清友的说辞被很多人质疑。尽管成品有选书的自由，但宗教跟政治也是人文的一部分，不可能完全切割。那么认为成品如果为了要做大而割舍掉言论自由，反而会挑战大众对于成品的情感连结。
而对于许多的台湾人来说，诚品不仅仅是一家书店，它更是一个文化象征，一个自由言论的据点。因为什么书都可以翻阅，任何主流、非主流的文化都可以在此发生碰撞，所以很难能可贵。那如果这样子的诚品不在了，对于很多人来说，比起生气，更多的是感到可惜跟遗憾吧。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发生跟中国靠拢的争议之后，你还会想要去诚品书店吗？会哦，我觉得没有差，而且免费看书太香了，并不会有那里已经不是原本的诚品了。自己会虽然觉得遗憾，但他们对于推广阅读的贡献还是不容磨灭。提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诚品。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统一集团以及 Net 的故事。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